嗨，大家好。近日就在大家欢度国庆长假之际，坐落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003福建舰也有了最新进展。继前段时间完成西装进入季泊实验后，据说这档电磁弹射器的工棚也被拆掉了，这可真是可喜可贺了。难道是因为电磁弹射器的全部安装调试工作已经完成，要进行弹射模拟测试了吗？这速度进展也确实有点快。于是我找到了那张据称是外泄的图片。从这张图片来看，福建舰航母的3条弹射器中，1号和2号电磁弹射器的工棚还在，不过此前出现的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等等标语已经移除。不过当我将目光移向左侧，也就是那条弹射器工棚已经拆掉的第3条弹射器时，各种细节都透露着一丝诡异。首先，这条弹射器，也就是图中白色的这条印记，距离航母左侧甲板的边缘也太近了，看起来连4米都不到。尽管电磁弹射起飞的舰载机是由弹射器牵引放飞，倒不至于一头滑出甲板，但这跟之前曝光的卫星图确实也差距过大。想很多人开始注意003时，003的弹射器位置就已经被罩上了3条工棚。不过对一直跟踪003进度的本频道来说，还是留存了相当多此前曝光过的高清卫星图。这是最早的一张可以清晰看到003福建舰上3条电磁弹射器的高清卫星图，来自去年7月3日的《经济学人》杂志。我们将2张图放在一起，可以清晰看到，旧图中最左边的弹射器并没有那么靠近甲板边缘，而且弹射器的宽度也要比新图宽得多。那么到底哪个宽度是正确的呢？这是此前给大家看过的位于辽宁葫芦岛新城舰载机训练基地的2条弹射器，左边的为电磁弹射器，右边的为蒸汽弹射器。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此前右侧舰载机进行起飞训练时，会有一股蒸汽白烟伴随而起。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电磁弹射器明显更长，这也是为什么003福建舰的最右边1号弹射器的挡烟板被设计在了升降机出口处。原因自然是弹射器的方案由此前的蒸汽变为了电磁，这个在此前视频中已经详细分析过了。当然，这并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重点在于左边那条电磁弹射器的宽度与旧的卫星图较为接近，而且它的宽度经过测量为11米，换句话说，中间距离最边缘约为 5.5 米。这就与新图中距离甲板边缘仅4米不一致了。除此之外，这条线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平直。如图可见，如果把图中其他垂直线条平移过来，你会发现在黄框之内的部分，这个白色弹射器实际上是歪的。所以综上所述，这幅新图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某位网友根据此前的卫星图自己 P 出来的，而且 P 的并不到位。而且试想，从去年到今年，任何一张关于003的高清卫星图都是通过国外卫星率先爆出来的，比如刚刚分段合拢后的这一张，还有即将下水前的这一张。而像电磁弹射器工棚全部拆除这样的关键进展，是很难逃过外国卫星监控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外国的报刊、杂志或者军事网站一点信息都没有透露出来。所以看来，到本期视频制作的时间，电磁弹射器的工棚还没有完全拆除，而福建舰也还没有进入到弹射器模拟测试的阶段。说到这里也的确很有意思，我们对于自己先进军事装备的进展，很多都是要靠国外卫星才能取得第一手资料，而自己传的所谓泄密图，往往不是移花接木就是 P 的，却是略显尴尬。那么难道我们中国就没有如此高清的卫星可用吗？当然不是，比如南海战略感知就会经常拿到第一手由中国卫星提供的高清卫星图像，比如此前在南海撞了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又或者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大洋中的踪迹等等，都拍摄的清晰而准确。当然，中国卫星自然是不会自爆自家的敏感军事设施了，就好像美国的 Planet 或者 Maxier 也不会对外提供任何美国敏感的军事信息一样的道理。这也是当前所谓开源情报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过相比较而言，我还是觉得中国卫星提供的外国军事情报略少了那么一点点。说到卫星，就再多提两句。在最新的谷歌地图中，你会发现在江南造船厂最右侧的新建港池，003福建舰已经停在里面进行西装和季泊实验了。而在左侧的4号船坞内，也有一只航母接近完成，等待下水。很多网友都在传是不是004已经建造的差不多了，其实并不是。一直追踪我视频的朋友应该不难发现，左边那一艘其实是003此前还在4号船坞内施工时的画面。之所以同时出现，是因为谷歌地图在003下水出坞后，在此处做了部分地图的更新。由此可见，这里有非常明显的一处明暗不同的图片拼接的痕迹。我们将地图缩小一点，就可以看得更为明显。右边这一块更为明亮的图片是后来更新上去的，于是就出现了左右2艘航母同时出现在江南造船厂的罕见画面。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003福建舰距离其海试还要进行哪些关键步骤。央视已经报道，福建舰已经完成西装，进入季泊实验阶段。我们知道，一艘航母要能最终服役，是要经过开工、建造、下水、西装、季泊和海试后才能最终服役。由于福建舰采用的是当今世界最新的巨型总队建造法，从效率和西装程度而言，相对于塔式和传统分段法显然更为先进。当然，这都要拜此前服役的大型浮式作业装置长星8号所赐。这在此前视频已有过介绍。换句话说，巨型分段的预西装程度直接影响了航母下水后的西装时间，这也是福建舰在下水之后如此之快进入季泊实验阶段的原因之一。季泊实验是在航母静止状态下，对船体内部的各个系统、材料、电线，甚至救生设施、人员驻舱等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核测试。而鉴于此前我国已经有了山东舰的季泊实验经验，而福建舰和山东舰由于在动力等系统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这部分倒不用特别担心。季泊实验的重点还是刚才提到的电磁弹射器。季泊实验是要完成全系统半工况的静态模拟测试，电磁弹射器势必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这套系统是我国第一次将其搬上航母，此前并无经验。而纵观世界，也只有美国人在福特号上装备过电磁弹射器，而从其服役后的使用状况来看，显然并不尽如人意。因此，电磁弹射器在海试之前的安装、调试和测试过程，是此次福建号季泊实验的最关键所在。在航母动力系统测试完毕后，电磁弹射器的静态模拟测试才会展开，最后才是海试时进行的真正舰载机弹射测试。尽管弹射器的模拟测试是可以在卫星图中的港池内静态完成的，不过我们注意到003目前的位置是位于港池内的右上角，且舰首向北，舰尾朝南，这个位置似乎并不适合弹射小车那种模拟弹射测试。因此判断003电磁弹射器的测试进展，一个自然是上方的工棚是否拆除，另一个还要重点观察航母何时会在港池内来一个180度的掉头。003正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中国的3航母时代已经到来，而004也已经悄悄开工建造。对于它的最新进展，我们找机会再来聊一下。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